行了行了，别搓了。你大姐被纺织厂周老板看中，明天人家就来接咱们全家去镇上享清福。娘，那我是不是也能跟着一块儿？也配去？还嫌你这灾星克家里克的不够多吗？你克死了亲奶，克黄了庄稼，你这丧门星是要去克人家周老板的财运吗？你这种晦气货，就该一辈子困在这穷山沟里，别想着沾半点好日子的光。我天生断掌，爹娘使劲搓磨我，唯将长姐养的十指不沾阳春水。长姐去县城打工时，被一个做买卖发了财的厂长看上，跟了他。我全家搬去县城享福，却觉得我是累赘，将我嫁给隔壁村的残疾青年。人人都道我命不好，可他们都不知道，其实我天生锦鲤运，只有待我越好的人才会越来越好运。这不是张四丫吗？一大早的，他这是要去哪儿？你们还不知道吧？张大丫前些日子去县城的纺织厂打工，被那个开厂子的周老板看上了，全家都要跟着去县城享福了。张家是要搬去县城，却嫌弃四丫累赘，不想要她了，将她随意嫁了人。看到她身边那个婆子了吗？那就是十里八乡有名的李媒婆。磨磨蹭蹭的干什么呢？快点走！等会儿这大雪封山的，可怎么走？嫁人？张四丫不是天生断掌吗？天生断掌的女子，传言最是克夫。自古以来，无人愿娶断掌女。她天生衰命，估摸着是嫁一个更衰的，这样谁也克不着谁。还真让你这张碎嘴子说中了。据说她是嫁给梁家村一个双腿残疾的青年。哎呀，这丫头命真不好。家人弃我如草芥，邻里乡亲也都说我这是灾星。我命由我不由天，我偏不信这命。离了我，你们张家的好日子可就到头了。走快点，等会儿该赶不上车了。我家这一带的村落都不大，梁家村跟张家村之间只隔着2处林子，一座小山坡。很快的，李媒婆就带我坐上唐叔赶的牛车，来到我的夫家。他婶子，新媳妇儿来了。生我者尚且不善待于我，更遑论是外人呢。别愣着，快下车呀！我身上仅出一件长姐穿旧不要的棉袄，棉裤却十分单薄。这一路过来，双脚被冻得僵麻了。文宇娘，你家新媳妇儿我给你们迎来了。来了，新媳妇儿到家了。按这一代的婚嫁风俗，当家主母要带头迎接新媳妇。如无意外，开口说话的这人就是我的婆婆。她婶子辛苦了。孩子，外头冷，快些进屋。谢谢你。往后要是他夫家发现他断掌，嫌弃他，那也不能退。无论是让他做牛做马，还是赶出去，都跟我们没有关系。孩子，你这手到底藏什么呢？行了，你不就是怕我发现你断掌吗？完了，被发现了，他们不会打死我吧？对不起，骗了你们。你瞅瞅，竟然是断掌！你也是？你是不是还听说天生断掌女，克夫又克子？孩儿他爹，快别磨蹭了，快出来见见咱家新媳妇儿！站在这里像什么话？快让孩子进屋啊！这孩子他不愿意呀。这是你爹。爹，你说说，我这断掌克夫了没？我这才明白婆婆为什么叫公公出来。你这傻孩子，赶紧把不安的心放回肚子里去吧。你断掌的事，我们早就知道了。这个世上，真的会有人不介意我是断掌女吗？他婶子，我还有事儿，就先走了。原来李媒婆是我夫家的表婶，了解过后我才知道，他们真心喜欢我，我才真正的安了心。喝了这个暖暖身子，等会儿带你去见见文宇。这世上也有人真心待我，真好。怎么会有人长得这么好看，
就像画里走出来的一样，感觉像琉璃一样，一碰就碎了。你俩聊聊吧。文宇，媳妇儿。是。文宇，我。娘不是让你端药过来吗？直接端过来吧。活了18年，还不曾有男子如此温柔地同我说过话。文宇，趁热喝药。等等。你这手上怎么长这么多冻疮？从我记事起，每天从早到晚的干活，每年冬天手上都长冻疮，从来没人关心一句。他是这第一人。我没事的，年年如此，我已经习惯了。你等我一会儿。这椅子自己会走，我原以为日日都是公婆抬着它过来的。我爹是十里八乡有名的木匠，这轮椅就是他为我量身打制的。厉害，都好厉害！文宇16岁参加高考，考了全县第一，是这十里八乡第一个考上大学的。只可惜入学前他突患怪疾，双腿不能走路，暂时没能去成。过来，手给我。他的手真好看，而我的这药凉丝丝的，好像没那么疼了。这药好使，但你记住，这半日脸上和手上别沾水。我拿去放就好。你快些喝药，药凉了会苦的。多谢媳妇儿提醒。明明是给我擦药才耽误喝药的，不是吗？不用谢的。四丫，你觉得咋样啊？你觉得我家文宇咋样啊？先前媒人就同我说过，丈夫姓梁，名文宇，小名叫青松。文宇他挺好的。文宇他面如冠玉，气质如松，俊俏温雅。好，这就好。只可惜文宇他现在有病在身，往后也不知会咋样，劳你费心伺候了。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我现在既然已经是梁家的媳妇儿了，往后当然是要跟文宇相濡以沫，同甘共苦的。听你说话像是念过书的，粗识几个大字。你若是喜欢读书认字，以后就让文宇教你。他与我娘着实是有些不同的。以前在家，无论是我还是长姐，我爹娘都说女子无才便是德，从不让我们念书识字。四丫，你在那儿站着干啥呢？快过来啊！我娘说我天生断掌，不能与家人同吃同住，所以我常年住在柴房。不用这么拘谨的，快过来坐下吧。来，坐在我旁边吧。你看你这么瘦，快吃个鸡腿。还是文宇你吃吧。在我们家，从来只有爹和大哥、二哥才可以吃鸡腿。我娘说，女人家吃些鸡屁股、鸡骨头就不错了。没事的，你吃吧。在我们家，从来都是女人吃鸡腿。今天啊，你和娘各一个鸡腿。我将信将疑，慢慢夹起鸡腿到嘴边。好吃，好香，原来世间竟有如此美味。虽然没有摆酒席请亲友，但是新媳妇进门的头一顿，还是尽量安排的丰盛些。好香，白米饭也好吃。在家我都只能喝很稀的稀饭汤，在这里我还能吃到肉，就算明天把我赶走也值了。臭小子，你是腿瘸，又不是手废，不会给你媳妇夹菜啊？爹教训的对，确实是我的疏忽。我也是头一回当丈夫，不周到的地方你多担待。多谢文宇。四丫，别理他们爷儿俩，咱自己有手，在咱家想吃啥就自己夹，管够。生平第一次，我可以与家人同桌吃饭。
第一次，我可以吃到美味的大鸡腿；第一次，我可以给自己加肉吃。谁说我命苦的？我一定是命好起来了。孩子，实在对不住你，这些年为了给文旭治病，家里也没啥了。这本该是热热闹闹的新婚，却如此冷清。没关系的，公婆待我好，文宇待我好，于我而言，这样就已经很好了。往日都是公公帮文宇擦身沐浴，如今他已经成婚，该由我这个新媳妇来做。文宇的腿看着确实比常人细小些。刚开始只是觉得双脚无力，后来就渐渐没了力气，甚至没知觉了。感觉脚上暖暖的，很舒服。要不我自己试试？媳妇儿，我好像我的腿。文宇，你没感觉。之前爹给文宇洗脚的时候会有这种感觉吗？从来没有过。虽然我也不知道为啥会这样，但你觉得舒服，那就是好事儿。多谢媳妇儿了。我伺候文宇比想象的轻松得多。好了，夜深了，该休息了，快去歇着吧。好，知道了。要不我给你揉揉脚，按按吧。媳妇儿别紧张，我已经跟爹娘说了，如今我双腿不便，且你才18岁，身子又实在瘦弱，不如咱们先相处相处，以后再说。哦，媳妇儿不高兴吗？为啥？没有不高兴。你我是夫妻，何该一条心？你心里要是有啥不痛快的，尽管直说，别让我猜你的心思，我怕猜不准，反倒影响了咱俩的感情。他的声音好听，语气完全不像是跟我置气。我娘同我说过，新婚夜不一起睡觉，一定是丈夫嫌弃了媳妇儿。怎么会呢？其中缘由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只是觉得这么美好的事不该委屈了你，但要是我媳妇儿今晚想要……没有，我没有想要。好了，不逗你了，媳妇儿放心，虽然我现在腿脚不便，但往后的事儿绝不会让你有羡慕别人的时候。文宇这说的都是些什么不害臊的话呀？文宇，你以后可莫要再说这些话了。好了，媳妇儿，快些睡吧。哦，好。怎么感觉脸这么烫，心也跳得这么快？我不会是刚来就病了吧？怎么了，媳妇儿？天还没亮呢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当然是去准备早饭啊。现在已经凌晨4、5点了，我该去做饭喂猪了。以前在家，我天不亮就得起来做饭了。难道夫家不是如此吗？早饭娘会做的，你这小身板应该多睡会儿，多养一养。再说了，这才几点，哪有人这么早起来干活？可是……别可是了，听话，过来安心睡吧。被窝着实暖和，文宇的胸膛也十分暖和。我没有再强忍着困意，蜷着被子窝在文宇的怀里，不知何时竟又睡了过去。醒来时天已亮，我骤然惊醒，此时文宇也已不在身边。我迅速地穿好鞋子冲出屋去，只见文宇和公公在编竹篮，婆婆在打扫院子。爹娘，文宇，四丫醒了，头一篑在家里歇着，昨晚睡得好不好？好，很好。但是娘，对不起，我睡过头了，我以后不敢了，剩下的我来扫。没事儿，你身子瘦弱，年纪又小，就该多睡会儿。文宇，带四丫去洗漱。他爹别干了，去灶房准备准备，吃早饭了。娘，媳妇儿，过来，推我去井边，我教你打水。在我们这一带，家家都是去河边挑水用的，条件好的人家才会花不少钱在自家院子里打口井。文宇生得俊俏，脑子又好使，家里原也有些底子。若非风双腿残疾，人人道我命不中我。此时我却觉得我命真好。
这咸菜是我自己腌的，加了些许辣椒腌入味儿，也不知道合不合你的口味。娘，好吃着呢，我不挑食的，这何止好吃。在家里，我每日都吃残羹剩饭。此时冬日已过秋收农忙时节，婆婆让我留在家陪着文宇，可是我不敢这般清闲，便说想跟她去田地里寻些吃的。那也行，正好大伙儿都想看看我家新媳妇儿，娘就带你出去转转，见见人。我随婆婆出门，途中果然遇到好些人，我婆婆也高高兴兴地介绍新媳妇。那些人并不知我断掌之事，纷纷只夸我模样俊俏，这并非虚话。即使我又瘦又黑，但是五官比我那常年养在县城、肤白貌美的长姐还要俏上3分。经人一夸，婆婆的心情更好了。你和文宇都长得俊，生的娃娃一定好看极了。只可惜文宇他的腿。娘，您别担心，文宇的腿一定会好起来的。唉，但是我昨晚明明梦见文宇穿着一身中山装站在一个大礼堂里，没错，是站着的，那似乎是未来的文宇。我想那应该不只是一个普通的梦，因为几年前我也做过一个梦，梦里就是夫家院子里种着的老槐树下，一个坐在轮椅上的青年，只是那时我看不清他的长相。如今我知道我梦里的那个人就是文宇，我好像拥有一种能够梦见未来一些场景的特殊能力。我随着婆婆去挖冬笋，挖完冬笋去河边还未结冰的一处清洗，可是我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吸引着我继续往河下游走去。我转过身往河下游走去，不多远就看到一个水坑半浮着冰雪，下面是游动的鱼群。娘，有鱼，好多的鱼。这冰天雪地的，哪儿来的鱼？真的。怪了，前几日我才来过这儿，当时一条鱼都没有啊。四丫，准是你有福气，才能看到这稀罕的鱼儿。娘，我去拿竹筐来捞鱼。好，快去。你还没生过孩子，这水太冷，你下来不好，站在岸上给娘搭把手就行。那您小心。事实证明，我这婆婆是十分能干的，她抓鱼的动作娴熟利索。不多久，我们就捞了快2竹筐大大小小的肥鱼。这事儿真是活久见，虽说惊奇，但到底是好事儿。中午时，公公用一条最大的肥鲤鱼，鱼头加了鲜笋做汤，剩下的鱼身和鱼尾做一锅红烧鱼。我从未吃过那么好吃的红烧鱼。文宇说，公公的厨艺如他的木匠手艺那般精湛。午饭之后，婆婆又给左邻右舍和亲戚们都送了鱼。她说，文宇生病之后，这些人没少帮忙，他们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当然，借钱给文宇治病最多的就是村支书家。文宇有一个姐姐，嫁给了村支书的独生子。午后，婆婆挑了最肥的几条鱼，带着我一同去给大姑子送鱼。走，让你姐瞧瞧，咱家新媳妇是个有福气的。你敢扶着外人跟我作对，连个孩子都生不出来，还处处管束我！亲家来了，这是干啥？梁大强，你怎么能动手推阿兰？哎，这别拿几条破鱼过来，又要借钱！我告诉你们，我家没钱借你们治那个残废了。还有她，嫁进来5年都生不出孩子，还不让我找别人，今天就干脆跟他离了。今天起，你我再没有关系。滚开！怎么能推人？安兰，你不用求他。老话说得好，好女不嫁无良汉。站在一旁的妇人犹犹豫豫，却终是一句话都不说。想必她就是村支书的老婆，大姑子的婆婆。看她的样子，是铁了心站在她儿子那边的。今天他不要你，来日他求你，你可别回头。收拾东西，跟娘回家。欠你们家的100块钱，我们一定还。但是，梁大强，你记住了，今日你推阿兰这一下，我家还钱那天必定讨回来。虽然公公和文宇诧异大姑子跟着我们回来，但是当他们看到那张纸，便一副了然的样子。晚上的时候，文宇同我说，他生病这几年掏空了家里的积蓄，去年开始已经没有钱看病，每一次看诊就去村支书家借钱，但是那钱其实是大姑子给的。姐是十里八村有名的绣娘，嫁去支书家5年，她一直养着他们全家，拿着钱给梁大强挥霍。那个柳娘是隔壁杏花村的年轻寡妇，不知啥时候跟梁大强勾搭到一起。2个多月前，柳娘有了身孕，梁大强才公开这事儿，
非要娶她。为了娶柳娘进门，梁大强闹过一次，阿姐却不愿我们掺和。她说嫁过去5年没生出孩子，确实是她的过错。可是当年她求娶我姐的时候，我曾经答应过她，这辈子绝不找别的女人。然而这一晚我睡下之后，又做了一个梦。梦里的一个场景，大姑子梳着妇人头，穿着好料子的衣裳，大腹便便。另外一个场景，大姑子在医院产房里诞下一个婴儿。我惊醒时，天边微微发白。我沉思着，怎么看都不觉得跟地痞混凑似的梁大强以后能出人头地，过上好日子。更何况他如今已经休了大姑子，难道说大姑子的命定良人另有其人？文宇、弟妹，你们醒了吗？早饭我已经做好了，这鱼片粥可是你姐最拿手的。他们一个劲儿让我快尝尝，我尝了一口，味道鲜美，一丝腥味都没有。我做菜跟咱爹一样，特别好吃。弟妹要是不嫌弃，以后想吃啥我都给你做。还有，以后家里的活儿我和娘一起干，不用弟妹做这些辛苦活儿啊。为啥要同我说这些？而且大姑子好像是在讨好我。文宇，按照梁家村的规矩，你就是家里未来的当家主妇。被赶回娘家的姑娘，若是未来的当家主妇不接受，便可以把她赶走，哪怕是爹娘都不能干涉。难怪。弟妹，娘说你的棉袄有些旧了，我正好攒了一些新布，可以给你的棉袄加一层新布。我当即就要拒绝，新布啊，这可太奢侈了。可是我又想到文宇说的话，心知大姑子这是有意讨好我，我若是拒绝，她心里定然不安。那太好了，文宇说过姐是顶好的绣娘，缝的衣裳一定好看。多谢姐。好看吗？弟妹长得俊，穿啥都好看。我从没穿过新衣裳，幸得姐这么疼我。如今我被赶了回来，恐怕要在娘家做一个老姑娘了。但是弟妹你放心，我很勤快，我还能做绣活赚钱补贴家用，绝对不会拖累你们。姐说的这是什么话？住在自己家里天经地义，哪有拖累一说？虽然我恨不得能跟姐一直住在一起，吃姐做的饭菜，穿姐做的衣裳，但是昨晚我做了一个梦，梦里姐明明就是一个富贵人家的太太，还生了自己的娃娃。啥？弟妹说的可是真的？虽然不知道梦里的事会不会应验，但是被赶出来已成定局，姐不如就此放下，坦然面对。姐端庄漂亮，勤快善良，这么好的人，老天不会亏待的。或许梁大强本来就不是姐命里的人，而是另有其人呢。说得对。她的神色里多了一抹释然。但是被男人赶回娘家的女子，在村里就是一件丢人的事。村里关于大姑子的闲言碎语很多，她只好每日躲在家中，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。被赶走的第2个月中旬，梁大强就娶了柳娘进门。那时柳娘已有4个月的身孕，原本该是各过各的，互不相干。可是他们成婚不过几日，柳娘就找上门来。你竟然还有脸活着，嫁进来5年都生不出孩子，不知道赖在别人家里不走，也会害得人家新过门的媳妇儿也生不出吗？嘿，你是哪来的泼妇？请你说话放尊重点，别在我家门口疯疯癫的骂街，玷污我们家门口。你，呸！你这个泼妇，快滚远点，滚！柳娘，你干啥？你为啥欺负柳娘？到底是谁欺负谁？我转头看向大姑子，她看着梁大强紧紧地护着柳娘，难掩伤心之色。我却突然想到那个梦里大姑子大腹便便的样子。既然大姑子可以生，那为啥嫁给梁大强整整5年，一个孩子都没有？我眯了眯眼睛，看向柳娘的肚子，一个大胆的可怕的念头冒了出来。文宇说梁大强是跟人跑长途运输的，虽然一直是借着跑车的名头在外面吃喝嫖赌，但是他今年开春出门，秋末才回来的。按说柳娘的孩子应该只有4个多月，但是我想起村里一个表婶肚子像柳娘现在这么大的时候，孩子已经7、8个月了，就算再怎么显怀，怕也该有6、7个月了吧。哟，肚子这么大，孩子瞧着有6、7个月了吧？恭喜你啊，钱姐夫！再过2、3月，你就该当爹了吧？走，回去给我说清是怎么一回事。弟妹，这是不是说梁大强秋末才跑车回来吗？可是柳娘的肚子瞧着像是怀了6、7个月了。对，果然不出2天，村里就传得沸沸扬扬，说那个柳娘被梁大强拖回家，吵了整整1天1夜。
终于逼出了实话，他肚子里的孩子根本就不是梁大强的，而是杏花村王大爷的。梁大强狠狠训斥了柳娘一顿，另一天就把他赶出了家门。那位王大爷今年都快63了，这岁数当柳娘的爷爷都够了。柳娘无处可去，只好跑回杏花村，逼着王大爷收留她。但是王大爷家的婆娘十分厉害，收留是收留了，但是听说他每天都被王大爷的老婆搓磨，这可真是恶人自有恶人磨。时光飞快，一转眼1个月过去，我夫家门前，梁大强也已经连续半个月日日来跪着求大姑子原谅他。呸！他这一次会为了外面的女人抛弃发妻，就会有下一次。好马不吃回头草，姐你说呢？对你，我是一腔真心为了狗，我已经没有第二颗心了，你滚吧！梁大强当然不死心，还要纠缠大姑子。要么你们还钱，要么就让文兰跟我回去。混账东西，真当我们家没人了？拿着钱滚！再敢来纠缠，休怪我们不客气。钱本就是我挣的，就算还钱，那也是共同财产，何该有我的一半？往后你再来一次我揍一次。梁大强神色一变，这才连忙滚了。从此他再也没来过。渐渐的，村里也不再议论大姑子被赶回来的事。婆婆从姨妈那儿打听到一个偏方，说是能治文宇的腿。文宇说不能乱用药，但是婆婆说死马当活马医，硬要给文宇试试。当晚她煮了药水。娘，这水咋这么烫？文宇，你说啥？我说这水咋这么烫？文宇，你再试试。就是很烫啊。文宇啊！娘，咋了？文宇，你的脚有知觉了，这傻子自己都没反应过来。真烫！媳妇儿，我的脚真的有知觉了。好事儿，好事儿。每个月吃的药这几年一直在吃，可没见有啥用啊。这脚咋就开始有知觉，还能动了呢？是媳妇儿的功劳，她每天给我的腿脚按摩热敷，我想跟这个有关系。原来是四丫，老天保佑，老天保佑啊！让我们家娶了四丫这个福星。福星吗？这是我懂事以来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夸赞。原来我是福星，真好。过完年，春天来了，万物复苏。当晚，爹翻出攒了2个月的家底，一张张仔细数着，43块，除了每个月的药钱，应该也够看诊的。爹，让文宇去县城看看吧。我上次去卖绣活，听说县中医院有位姓李的老中医，医术特别好。可是，我绣了40条手帕，正好拿去卖，能给文宇凑些钱看诊。只好这样了。应该的，多谢姐。那一刻，我忽然觉得日子再难，一家人拧在一起就总能过去。文宇的腿脚不方便，想去县城就要借堂叔家的马车。明天我得去镇上拉货，车后天才能匀给你们。第二天，我跟大姑子去山里摘蘑菇。婆婆说，每年春天这一带都有红菇，县城的有钱人特别爱吃，让我们去碰碰运气。找了快1天，普通的蘑菇摘了满满一篮子，红菇却一个都没见着。太阳快落山了，弟妹，咱们回吧。我提起篮子要跟大姑子离开，可是我一转身就看到山崖边上有一棵长得很好看的植物。姐，你瞧这是啥？长得真好看。这果子你见过吗？我摸了摸那长状的叶子，只觉得这株草生得格外灵气。这好像是野山参啊！我脑子嗡的一声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挖出来瞧瞧就知道了。我们从外边开始挖，没敢用蛮力，很快就看到了细小的根须。是人参。为免伤到人参，我们小心翼翼地把土一层层地挖开。许久，终于将那根人参全酥全尾地挖了出来。大姑子将篮子里的蘑菇都倒出来，把人参放进去，又去摘了些树叶遮掩。村里人多眼杂，明白，这是我们俩藏在山林里的好运气。晚上，文宇翻了几本中医药书，对着人参看了许久。这人参少说也有几百年了，奇怪了，长这么多年，咋一直没被人发现呢？那是有福气的人才能看到的稀罕物，当然得是我家四丫才能有这个福气看到啊！碰巧，说不定是因为我带着姐，才能有幸看到这人参，这是姐带来的福气。我啊，在这村里这么多年，连个山药蛋都没挖到过。不知道这人参能卖多少钱？要是卖了它，有钱能给你看病，再给你买些补药就好了。明天去县城问问。这是四丫看到的，带她一块儿去。不管卖多少钱，看病剩下的钱都交给咱们四丫管。啊，给我？从小到大，我1分钱都没有拿到过。娘，为啥给我？家里一直是您管着的。哟，你还指望娘替你们管一辈子账啊？
从今天起，你要开始学着自己当家。谢谢娘，往后还得劳烦娘多多教我。那当然。那一夜，灯影里好像照见了日子慢慢变好的模样。第二天天刚亮，我们就带上几个烤红薯，坐上借来的马车，赶往县城。到县城，先送大姑子去收她手帕的铺子田氏布庄。我们再转到县中医院，听说我们手里有人参，中医院药房的主任就连忙请来了院长。院长接过布包，小心翼翼打开来，对着人参仔细端详。虽然不是1000年的，但少说也有大几百年。听说你们是来看病的，我们医院从不坑人。这人参一口价350块。人参的价格，文宇已经了解了个大概。据说年份长的1年值1块钱，但是那是零售的市价，我们卖给医院属于回收价，肯定要打些折扣。不过院长出的价，我觉得还是偏低。院长，我们去别处问过了，人家开价385块。我递了个眼色，他立刻就会意了。爹也顺着话头帮腔，分寸拿得刚刚好。既然您一口价350块，那我们只好卖给那边了。那这样吧，给你们400块。看来院长也是爽快人。那这样，媳妇儿，咱们就不用再跑那边了吧？我还担心着文宇的情况。刚才没还价，不过也差不多这个价。我们正好要在您这儿给文宇看病，要是院长能免了文宇这次的诊费，就更好了。行，就免你们1次诊费。跟我来吧。你起初是不是觉得腿脚没力气，酸痛？后来双腿肌肉越来越细，脚也慢慢没了知觉。是。我屏住呼吸，等着老中医说出到底是什么毛病。这不算啥怪病，就是腿部肌肉萎缩，你的情况更严重些罢了。怪不得，人人都说李老中医针灸医术高明。先扎针调理，往后每10天过来针灸1次。大夫不仅开了那副方子，还专门教我在家给文宇按腿的法子。等腿脚力气恢复些，平日里多活动锻炼。我心里终于踏实下来。按我说的做，不出1年，保你健步如飞。之前院长免了诊金，如今针灸药钱只收7块2毛，开销比预想少太多。吃补药不如食补。听老大夫这般保证，我和文宇心里都燃起了盼头。公公盘算着买些鸡仔回去养，以后天天给文宇炖鸡汤补身子。他自己只留下10几块做买鸡仔的本钱，剩下的300多块全都交到了我手里收着。我数出300块整，递到文宇面前，想让他替我收着。起初他执意推拒，说家里的钱该由我拿着才妥当，只是让你帮我带着，我晚些想跟姐去街上逛逛，买点东西。听了这话，他才终于放下顾虑，把钱妥善收好。大姑子领着我在街上逛，走到半道，忽然掏出个布包递过来。四丫，这是卖手帕的3块4毛。我哪里能平白拿他的辛苦钱，连忙就往回推。姐，我有钱，如今咱家不缺钱给文宇看病了，这是你自己挣的钱，该你留着。听我讲的真切，他终于不再执意推让。那我去看看布，给咱家每人做2新衣裳。转眼他就打起了新主意，这一次我没有拒绝，由着他安排。不过我也去了隔壁的首饰铺子。虽然家里突然有了几百块，但是文宇病好了以后还要念书，将来肯定还要考大学，用钱的地方多着呢。所以我只买了2只银簪子，一只给婆婆，一只给大姑子。我走出首饰铺，听到一道熟悉的大嗓门：就这一盒破绿豆糕，你要1块5，人家品香记做的那么好吃，才要1块8。我抬眸望去，看到对面街上一道站在副食摊前的熟悉背影，只不过如今的他穿着是一副城里人的打扮。我快步走过去，出声叫住他：娘。他听见声音，慢慢回过了头。四丫，咋是你？以前在家你就穿得破破烂烂，现在也是穿得破破烂烂，你那个婆家真是太穷酸了。我低头看着身上这件春衫，是长姐穿旧了才给我的。这件春衫是我唯一的一件像样外衣，2年前长姐给了我，我便反反复复的穿了洗了穿，到如今早已经洗得发旧，看不出原本鲜亮的样子了。大姑子原说我是新媳妇，该有一件新衣裳，她想卖了手帕，等文宇看完病，余下的钱就扯些新布给我做新衣裳的。也是，摊上你这么一个衰星，他们只会更穷更倒霉。我还没来得及解释，他就退开2步，一副不想我靠近的样子。看到你这个衰星我就来气，谁会喜欢你这个衰星啊？别说你婆家穷酸，我寻思就算他们有几个钱，也肯定舍不得给你穿好的吃好的。娘，不是的，我想说婆家人对我很好。你别靠近我，当初就说好了，你嫁人来世，以后你的死活都跟我们没关系，你休想沾我们的光。我们可没有钱补贴你那个穷酸日子，还有你那个残废丈夫。说完，他掏出钱丢给辅食摊的老板，随口吩咐老板给我拿1盒绿豆糕。我一瞧价目牌，绿豆糕1块2，红豆糕1块4，板栗糕1块3，桂花糕1块5，唯独这绿豆糕最便宜。可是他忘了，我不能吃绿豆糕，一吃就过敏。哦，不是，他从来不记得的。
毕竟，就算是绿豆糕，曾经我也只能吃上小半块，那是大哥、二哥和长姐吃剩下的。拿了绿豆糕，赶紧滚，不然我连这一盒绿豆糕都不给你了。我大儿子和闺女最喜欢吃桂花糕了，但我小儿子喜欢板栗糕，你便宜点，我多拿几盒。我心里苦笑了一下，在他不屑多看我一眼时，我将那盒绿豆糕放在他身旁，悄然地转身离开。自此，我对我所谓的家人再无一丝一毫的期待。大姑子说给每人量了尺寸，各做2身新衣裳。其实他骗了我，除了扯够做手帕的布料，他剩下的钱全买了布，有粗布，有细布，细布做里，粗布做面，这样省钱又穿着舒服。他给我裁了做2套新裙子的布，还有足够做2套内衣和2件小背身的锦缎，那是布店里最贵的一种细布。但是他没想到我也有礼物要送给他。他说这是除了爹娘和文宇，他头一回收到别人的礼物。这银簪子是我见过最好看的簪子。你这傻孩子，咋光给我们买簪子，不给你自己买一只？可是他拿出了一只玉簪，原来出门时他就嘱咐过文宇，要是看完病还有余钱，一定给我买一只簪子。文宇说这碧玉簪子最衬我的模样。玉簪盘乌发，人间俏佳人。我生来被亲人弃，但是老天眷顾，让我嫁入有福之家。自此我出门必有好物。文宇的病一天天好转，婆婆种的庄稼样样丰收，大姑子的手帕越来越受欢迎，公控的木匠活订单不断。不出半年，文宇的腿脚已经恢复到正常人的粗细，勉强能够从轮椅上站起来，试着下地走路。同年7月，文宇参加高考，考了全县第1名，是全县这一届唯一考上北京中举大学的。秋上，我和大姑子陪着文宇进京念书，途中赶路遇到人流走散，我们捡到独自走失的4、5岁小男孩，3个外地小姑娘和家人走散，蹲在路边哭泣，我们一并带上。我们带着3个小女孩找到了父母，他们千恩万谢之后，带着女儿们赶回了老家。唯独那个小男孩一直黏着温柔有耐心的大姑子，不愿说出他家住哪里。此去路远，带着一个孩子也不方便，不如姐带着小豆包先回家，媳妇继续陪我去北京。小豆包是我取的外号，因为他不肯告诉我们姓名，长得又白又嫩，刚走丢时哭得2眼泪汪汪，像个白白软软的小豆包。也好，再过2个县城就到家了，去北京的路却还远着。这孩子我先带着，等他愿意说了，我们也才好把他送回去。可是小豆包似乎不愿回家，听闻此言，小手紧紧抱住大姑子的脖子，连连摇头。然而瞧他衣着，佩戴的上好红玉坠子，非富即贵。那玉坠是小豆走丢时贴身带着，一直没有离身。爸爸给的。之后就不愿意再多说话，只是他得知我们要去北京之后，竟然拿出玉坠递给文宇。文宇一脸莫名。给我。小豆包认真的点点头，松开小手，又指了指玉坠。名字。文宇拿着红玉仔细端详，之前没太注意，这玉坠背面竟然刻着2个小字。好一会儿，他不由得一笑。我凑近一看，成亲之后，文宇一直教我读书写字，如今我识字不少。永敖，小豆包，原来你叫永敖。他哼了一声，小脸又贴向大姑子怀中，没理我。大姑子问他为啥把玉坠给文宇，他一句话也不说。那我就先带着，等我回来就还给你。这次小豆包点了点头。到了北京，文宇去学校报到那天出了岔子。你这个情况，学校恐怕不太方便接收。大学生活多有。负责报道的老师看到他坐着轮椅，面露难意。听完这番话，文宇垂着眼，一言不发。我心里急得不行，正要上前理论。一个坐轮椅的孩子能考到全县第1名，就凭这个就该进这个大学的门。听见这番公道话，我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半截。各行各业又不是非要双腿利索才能干好工作，这样身残志坚的年轻人更该褒奖鼓励才对。他话音落下，周围不少人也纷纷点头附和。那位老师只好答应，但仍然有些犹豫。文宇感激这位素不相识的老干部仗义直言，随即当着众人的面拼尽全力从轮椅上站了起来。老师请放心，我的腿正在恢复，不会影响学业。众人纷纷鼓掌，文宇这才顺利完成了报到手续。事后那位老干部派人请了文宇过去叙话。小豆包原来是那位老领导的孙子。文宇回来后同我说，小豆包的妈妈前2年因病去世了，但他爸爸也就是老领导的儿子是一位戍守边疆的军官，就连妻子病逝，那位军官都不能赶回来。小豆包跟爸爸不亲近，又因为妈妈去世变得十分沉默，外出游玩时不慎走丢。老领导得知小豆包走失，四处派人查找，只有沿路好心人提供线索。好心人说跟着一个姓梁的年轻人去了北京方向，可是上京的年轻人不少姓梁的。老领导还没排查完毕，
就在大学报账处看到文宇带着小豆包的玉坠，难怪老领导要帮你说话。我终于知道小豆包为啥要把玉坠给我了。大学4年，文宇年年成绩第一，毕业时由陈老领导极力推荐，文宇被分配到了一家国企工作。我和文宇回乡探亲，我爹娘过来想见我一面，我拒绝了。我伺候了他们10多年，算不得全是他们养育了我，让人拿了200块钱给他们，还他们赐我的这一身骨屑。他们这么爱钱，这200块就当买断所有的亲情了。随我和文宇一起回乡的还有陈军管，他原是想表表诚意，培养父子感情，所以亲自赶来接小豆包。没想到他在我夫家对我那个温柔贤廉、貌美端庄的大姑子一见倾心，他以正妻之位承诺一辈子再无他人，正式向我公婆求娶了大姑子。文宇如今有了条件，可以给我办一场体面的婚礼。我们在老家热热闹闹地办了一场2对新人的婚礼。我和文宇、大姑子和陈军官洞房花烛夜，文宇温柔地拥着我，突然要跟我说一个秘密。10几岁起，我就经常做一个梦，梦里一个脸儿圆圆、眉眼特别好看的姑娘，扎着2根辫子，穿着青色的衣裳，站在我家院子里的老槐树下，一直冲着我笑。啊，文宇，这姑娘是我吗？表婶来说亲的时候，其实我爸带我去张家村偷偷看过你。你去看过我？那你认出我就是你梦里的姑娘？没错。哦，难怪一开始你就对我这么好。要不是你，我就不会答应这门亲事。原来不止我梦见了老槐树，还有文宇。这段姻缘，莫非是上天早就安排好的？夏末，我们举家搬去北京，单位分了一套房子作为文宇的住所。但是姐夫觉得那套房子不够宽敞，又离部队大院太远，所以以阿姐的名义在隔壁买了一处大院子送给我们，方便阿姐常常能见到娘家人。入秋后，文宇正式到单位上班。1年后，我和阿姐相隔1个多月，先后生了孩子。此后10年时间，文宇一步一个脚印做到了企业领导。我们先后有了2儿1女。正所谓只羡鸳鸯不羡仙。我与文宇夫妻恩爱几十载，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